哎，大家伙儿早喽！2月26号星期三，又是周三，我们跑团早合练的日子。现在差不多5点40了，准备集合。今天的课表是2个3公里，但是很多小伙伴都是刚刚结束大阪的全马，而且毕竟各位都是住在这儿，就等于家门口的比赛，所以都比较尽力，看得出来都比较辛苦。所以今天反正我应该是慢跑2个3，大腿的肌肉还是挺疼的，现在就大肌肉群还在疼。今天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首先就是不要受伤，赛后不要受伤。像我们赛后都是大肌肉群会疲劳感比较明显，但是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受伤是小关节、韧带、肌肉和肌腱的那个就是端点。我去年大阪全马之后的第2周受伤了，所以今年一定要小心。一般这个受伤的窗口期，我估计啊，赛后10天，这10天一定小心谨慎。你要再保险一点，2周，行吧？跟大家伙打打招呼。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水戸沢さん、すごい早い。すご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哎呀，比较遗憾的是，在北京的时候跑北马，那时候还没有一起跑步的伙伴们。看看今年有没有机会，跑完北马在北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马拉松。你好啊，小老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ごい良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おめでとう。サブスリー、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全然タイム違うけど。いやすごいわリーさんね。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明年要不要跑大阪马拉松？必吧，我是连续3年报了，3年没中了。那天看见你的时候，都已经就我已经说，就是完全不能跟你说话了。不是因为你跑得太快了，就一瞬间就过去了，但没来得及喊，也一回头。但是我跟水泽先生前后脚，我们俩应该并排通过的你呢。早啊，厉害。明年跑一场怎么样啊？明年跑一次大阪的啊，我报名，一定报名，加油，一定加油。明年看看是不是还是跟今年一样，还是周一？因为如果没有闰月的话，应该不是，他是看那个假日，因对，为今年但是本来正常都是周日嘛。但是明年假日就是周一，因为今年的假日其实是周日。对，所以明年有可能假日是周一。如果假日周一还会休1天。如果明年还是周一的话，就干一次基路和大阪的双日背靠背，就是周日基路，周一大阪。有这种。对啊，我在推特上看到不少有这种。李さん、早いね。ありがとう。すごい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皆さん大阪マラソン出られた方、ページの方も。前後の動きでハムとこの前側両方伸ばす感じで、横でステを上げて、で横にステップして、でこの横全部こう伸ばす感じで伸ばしてで一回このまま脱力して出る動作でこの状態でこのまま片足を前に出してひね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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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て緩めてください。でこの状態でここからスッと引き上げます。そうです。でここからこのまま前にこう進んでいって、そしたらこの状態でこのままこう走っていくっていう動きのその前の練習にこれはなります。まずはこの動きがイエ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じゃあタミヤ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じゃあ今日は3000×2なので、はい、筋肉痛のない人は一緒に。行吧，我们热完身，今天就跟着跑个轻松跑。小伙伴们看，塞纳又来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塞纳，おはよう。
这么早？哎，你先练，我练完了，结束了。结束了，今天轻松跑。看我们又见到了龚先生。刚刚和几位刚跑完大完马拉松的小伙伴们分开，这次我们整个跑团各位的成绩都挺不错的，好多位都 PB 了。然后刚才跟大家伙聊，这几位小伙伴成绩也都不错。大阪其实赛道挺好的，今年唯一的遗憾就是起终点的组织稍微出了点小问题，存取包的地方，这回头复盘上再跟大家聊，好吗？就是别受伤。今天咱们就简单聊两句，一会儿回去还得抓紧剪辑。受伤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是不期而遇的，就是其实有时候你跑着跑着，比方说我肌肉拉伤了一下，或者说像比方跑马拉松啊，有的人在跑步那小腿疼了一下，然后或者是大腿哪儿抻了一下，这其实都不重要，就比较难康复的就是踝关节和膝盖周围的韧带，可能比较明显的。你看我去年的大阪全马之后，第2周。就不是这个周3，下一个周3我们的合练是321，我就开始认真跑，那时候身体已经完全没事了，跑完第一个3就开始隐约觉得不好，然后当时还以为就是那种疲劳的那种胫骨内侧的疼痛，后来这个伤就伤了将近1个月，就是胫骨内侧那个副韧带的肌腱，就是韧带和那个骨头连着的那一块，这种地儿特别难好，因为就大家你看，你啃个鸡爪子，啃个猪蹄儿，你看它那个筋的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没有血管的，就是或者毛细血管特别少，它那能量触及不到，然后它触及不到的话，它恢复的就慢，这你怎么吃怎么补它都是慢，肌肉其实是没事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受伤就是赛后这1-2周不经意之间，而且一般情况下没有预兆，或者说有特别少的预兆，但是我总说就是练得多了，对身体的感觉就敏锐了，就是能更早的捕捉这种预兆。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平常能做到，大多数时候训练的时候能做到，但是如果是比赛之后，我其实也把握不好。所以今天我就跑的就很保守。像最近都开始要赛季了，而且如果是跑下个月无锡、武汉这种就下月底比赛的，可能这月底就是这几天前后都是有一堂有点强度的长距离的大课的。这些大课其实完了以后就跟比赛一样，所以别受伤。虽然说你现在受伤可能1个月时间还来得及，但是其实也来不及了，因为能在赛前练这种大课的小伙伴肯定是对成绩有追求的。如果你休息了，就是因为受伤停了1个月，那你成绩也就没有了。跟小伙伴们打个招呼。跟几位跑团的小伙伴聊聊天，其实就是我还是得再努力学日语，但是真的是到这个年纪学一门全新的语言太难了，因为咱们从小都学英语，但是今年稍微摸着点门道，稍微摸着一点点门道了。我还有一个小窍门，比赛完之后，这几天啊，别做太超限的静态拉伸，动态的可以，然后按摩可以，很推荐被动的接受按摩。行了，哇，终于见上面。小伙伴们，和从北美远道而来的刘晶晶结束了早餐会，他今天就去东京了，周末的东京马拉松。我也特别期待能看这周末的东京马拉松，因为今年这个世锦赛2小时06分30的门槛，看看东京这次能创造什么不一样的，也不能说奇迹，他肯定不能创造世界上他特别好的成绩，但是呢，可能是很多人的一场很目标的赛事。东京踏实的在家观赛，今年。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